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很长哦，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啊。主题字很长。当一个人的职位很高，收入也很好，经常会被看见，曝光率很高啦，也就是有社会知名度啦。那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很成功哦。但是我们今晚的主题这句话呢，不是在比较谁比较厉害，而是在提醒我们，外在的高度并不等于我们内在的价值啊。灰尘也是能够飞得很高啊，可是只要风一停，灰尘还是会落下来啊。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有些人运气很好，机会很多，关系也很不错，一下子就站上了很高的位置啊。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品格跟智慧，那这个高度反而容易让人跌得更重啊。相反的，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呢，通常都是保持很低调啊。他不一定有头衔，但做事很可靠，他也不一定很会说，但一旦说了就会做到。那这个就像钻石一样啊，不一定一开始就会被看到，但是时间久了，它的价值越清楚，越被人家肯定了。钻石或灰尘，它的核心价值只有一个，就是价值是在本质，不在高度。成就是看德行，不是看它的位置啊。从本质上来说呢，钻石的价值是来自它本身的质地跟结构。灰尘再怎么飞扬啊，也不会因为飞得很高而变成很珍宝，变成珍宝不可能啊。那这个是在比喻什么呢？真正有德、有能力、有修养的人呢，即使短暂时间没被看见呢，他的本质依然还在，不会改变的。相反的，靠关系、靠声量、靠包装去包起来的东西啊，时间一久，高度一过，就会原形毕露了。那这个道理跟我们读书会第292讲所讲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道理是相通的。有些人啊，因缘际会啊，站上了很高的位置哦。但如果他德行没有跟上去，智慧没有跟着提升，那飞得越高，就容易被人家看得越清楚啊，被人家称斤称两啊。就像灰尘被一阵风吹到高空啊，看起来好像是飞得很高啊，但时间一到，它还是落下来嘛。因此，从时间上来说呢，钻石被埋，那是短暂的处境啊。灰尘飞高也是短暂的现象啊。只要时间一拉长，它本质一定会显露出来的。我们讲患难见真情跟日久见人心就是这样的道理嘛。那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这句话是在形容什么？韬光养晦，上善如水。那后一句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它是在形容野人献曝，自曝其短。对一个是深藏不露，高深莫测一个是半桶水响叮当那整句话不是要我们去分别谁好谁坏不是，而是提醒我们自己随时要懂得反观自照我现在是在被磨的钻石呢，还是在扬灰尘呢？我做事是为了把本分事做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呢，还是为了被看见、被肯定，或者为了掌声跟喝彩？随时这样子的反问自己，盘点自己否则心念会影响我们的命运很有钱但很低调，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
埋得很深的钻石。不过要注意啊，不是所有低调的有钱人都是钻石哦，这个不一定哦。真正如钻石般的那种低调，他是把财富当作工具啊，而不是把财富拿来当作身份的认同。这样的人，他的低调是出于良好的修为啊，有财力跟有能力，但他不会刻意去证明。相反的，不是低调，而是隐藏，那这个就不能算是埋得很深的钻石哦。这是因为他的低调只是怕被人家看穿，虽然很有财富，但是却没有智慧。富而不仁就是指这个啦，很富有，但是没有什么爱心的，对，很有钱但是一毛不拔也有嘛，钱很多但是格局不大啊，这个就比较像什么埋得很深的石头啊，而不是钻石啦，所以有钱而低调，可以说是埋得很深的钻石。但真正决定是不是钻石的条件呢，不是钱，而是品德跟智慧啦。所以我们常讲嘛，富而不智则衰嘛，很有财富但没有智慧，最后也是会衰败下去啦。其实真正低调做事、默默耕耘的人呢，他不会急着去证明自己的，没有什么好证明的。反而热闹一时的人呢，往往撑不久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怕被埋没，只怕它的本质不够真。因此才说，低调不会掩盖一个人的才华，你放心，也不必担心因为低调而遭人家遗忘或淡忘，或担心因为低调而怀才不遇啊，不用担心这个啦。在团体里面呢，愿意遵守制度、配合分工合作，也能默默承担工作的人呢，就算一时不耀眼呢，时间一久也会证明他的价值啊。慈济志工里面就有很多像这样数不清的无名英雄跟草根菩萨啊，低调反而会让一个人呢光而不耀啊。光而不耀这4个字被认为是《道德经》的精神啊。老子认为呢，太耀眼容易招忌，太张扬容易树敌。真正有德或有修的人呢，反而看起来很平凡，但其实是不凡，因为他是真人不露相，露相就非真人。低调不是没有光哦，而是不把光当作武器，就像埋在土里的钻石一样啊，它有内在的本质跟价值，但是它不会刻意去炫耀啊。团体中呢，有些人是有能力，但是不逞强，事情做得好，但自己不居功，反而把功劳呢让给团队，也就是碰到承担就上，碰到荣誉就让。这个就是刚刚前面讲的韬光养晦，上善如水了。这样的人呢，人家会尊敬你，而不会防备你。那也有一些人是有智慧，但他不卖弄，自己懂很多，但是他不会急着去纠正别人，这反而让对方在被尊重的过程中呢成长。那这种光不是刺眼的强光啊，而是温暖的光啊。那也有一些人是很有地位，但是他不去压人，地位很高，但心量谦卑，富而好礼，就是这个嘛。那说话留余地，做人留后路，留退路，所以人家喜欢靠近他，因为靠近他如沐春风啊，会感到安心跟欢喜啊。正言上人常常提醒志工啊，真正的修行是处在人群中，却不与人争高下。这句开示就是光而不耀的现代正式版啊。所以光而不耀是一种成熟又有智慧的力量啊。耀眼的人会让大众注意到你，
但是有德的人会让人家想靠近你，一个是靠近你，一个是注意你。其实有办法、有真本事、有自信的人呢，往往是沉得住气，他不喜欢张扬的，叫做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呐。这个也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境界啦。一个人如果做人处事太过高调，那怨恨、嫉妒必然随之而来啊，树大招风，不是吗？这个在现代的社会上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在政治界也是一样啊。不参选没事啊，一参选祖宗八代都被挖出来爆料啊，甚至被刻意抹黑、污蔑、扭曲都有啊。所以人心不只是无常，也非常的险恶啊。所以古人才讲嘛，人间有二险，山高险，人心更险。天下有二宝，春冰薄，人情更薄。就是指人心不只是无常了，还非常的险恶。所以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啊，做慈济是做修行，不要为人事而困扰，不论在幕前或幕后付出都无妨，做得满心欢喜就是自己的收获啦。别人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或才华呢？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有没有充实好自己，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要蓄势待发呢？这句开示发人深省啊。在志工团体里面呢，或公益团体里面呢，要时时提醒自己3件事情。第一，不要急着出头，默默把本分事做好，这样就是在磨钻石啊。第二，不要迷信声量大跟动作大，动作大不代表方向对啦，话讲多也不代表德行深啦。第三，制度跟时间是最好的鉴别器啊。谁是钻石，谁是灰尘呢？不是靠1、2次的热情呐，或是靠偶尔的发心呐，而是靠长期默默的承担跟付出。所谓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是这样的道理啊，不是吗？我们读书会经常会提到一句话哦，这句话很重要，放在很多地方都通。这句话叫做“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啊。意思是说，本质、本分跟基本跟根本的条件都具足了，也站得住脚了，那外在自然就会显现出来。相反的，如果佛法讲的因地不真，果遭迂曲啊，意思是说动机跟本质不正，那结果一定是歪斜了，也就是什么样的因造就什么样的果嘛。那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这句话最有说服力的，不在于这句名言的本身啊，而是那些曾经被埋没、被误解、被冤枉、被打压，而最后被时代证明的人啊。例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啊，他的理想是行道于天下嘛但却屡屡被拒绝被冷落，不被重用甚至差点被饿死啊！大家觉得孔子是曲高和寡，太理想化，很不合时宜啊。因此，孔子生前是仕途很不顺，很失意啊。但是死后2000多年，却成为至圣先师啊。那他的思想影响东亚文化跟伦理，甚至影响一些国家跟政治的制度到今天啊。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当下的际遇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如果只看当时的际遇，那孔子应该算是失败者，对不对？诸事不顺啊。但是孔子不是因为被看见而成为钻石而是因为孔子本身就是钻石，才终究被历史发现嘛。这个再举一个例子。古代的名臣曾国藩被骂了10多年的庸才啊，因为他早年
带兵打仗屡战屡败啊。那朝中的大臣们都骂他是书生误国啊。因此曾国藩也一度想投江自尽呢，就误住了呀。对，后来靠自己的反观自省，潜心修德，并且在羞辱中学习安忍，最后平定太平天国，成为清朝末年很重要的大臣啊。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钻石不一定一开始就闪亮的，而是要经过承受压力、磨难跟打击，时间久了，自然会成为被磨出来的钻石啊。没有压力，只会是个石头而已啦，不会是钻石啊。那投入公益的志工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啊，默默投入而不争功啊。事情来了就做啊，做过之后就放啊。一个团体最稳的就是这些人啊，出状况时最能够依靠的也是这些人啊。虽然正言上人说，常常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啦，但也警惕我们，不是要做给人家看，不是要去做宣传的。所以有一个道理很重要，看待自己的方式决定了自己的价值啊。所以不要一直说自己哎呀老不中用的啦，应该说老有所用，不是不能用，只是不会用而已。对，所以不要说老了没有用，而是换个方式继续用。年纪大了不代表是退场，而是升级啊！从以前的冲第一线，升级到现在的旁观者清啊，是一个指点迷津的人啊。以前是拼命做事的人，升级到现在是一个懂得做人处事的人啊。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顾问嘛，意见领袖嘛。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说我老了没有用了，我们要说我不老，我只是年纪大一点而已，甚至还老当益壮啊。这是因为人老心不老啊。甚至有人说我这把年纪刚好派上用场啊。其实退休没事干很容易快速衰老哦。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闲出一身的毛病啊，所以忙是最便宜的长寿药。闲是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啊，忙才是活命的根本呢。因为从忙中才能滋润自己啊。那最好的忙的方式是什么？做志工嘛，对，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意义啊。这个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很多人会因为有名位或权势啊，而自觉这是一份荣耀跟优越感啊。而这一份自我荣耀的优越感，会驱使着我们不断的向上攀求哦，欲求不满啊。这样的心念会把我们的身心捆绑而不得自在啊。其实名位跟权势就好像一条大绳索，有的人一旦有了权势跟名位啊，整个人就变了呢。他会仗势欺人的，会狐假虎威啊，气势凌人啊，甚至逼人太甚都会啊。这些都是名位跟权势在作怪啊。其实这个也是见怪不怪啊，因为这就是凡夫性嘛。讲难听一点，就是丑陋的人性啊。不过也有人即使啊身居高位哦，有名有势哦，却仍保持谦卑跟低调，甚至视名位如敝屣呀。那这种高风亮节的智者也是大有人在啊。这是钟鼎山林，各有天性啊。各位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件事情呢，就是涵养跟修为境界越高的人呢，他会越平凡呢。只有那些肚子里没有东西的人，才会像半桶水响叮当啊。饱满的稻穗头总是低低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做平凡的人，不是说不管事或不做事哦，或者是懵懵懂懂过日子，庸庸碌碌过一生，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默默付出，低调行事，多做少说，不炫耀自己，不希求回报，这样心灵才会清净啊。这就是刚刚讲的韬光养晦的意境。
而一个人如果心灵开始清净的话呢，他就能够在平凡的事物中呢获得快乐，还能让快乐持久，因为已经变成法喜了，也能在一件别人看起来就微不足道的事情，他会获得很大的满足跟享受。这个要让生活简单，才有办法体会得出来了。如果你喜欢找刺激或不甘寂寞，那就很难去体会什么叫做平淡最重味嘛，道理是一样的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